你知道在我们老祖宗的相术里，哪一根手指直通心脏，被叫做连接前世今生的通天指吗？对，就是你的无名指。请你现在低头看看自己的手，如果你的无名指竟然直挺挺的，长得比旁边的食指还要长出许多，那么请你先做好心理准备，你这辈子的情路和人生绝对不可能平淡无奇，你绝对不可能糊里糊涂的就过完这一辈子。我看了太多有这种手相的人，明明是个重情重义的大好人，却活得比谁都辛苦。你在感情里总是不停退让，委曲求全，你总觉得身边的人都在向你索取，自己却连个可以遮风避雨的依靠都没有。遇到这些痛苦，很多人跑去算命，会去问神明，觉得自己是不是流年不利，犯了小人，是不是运气特别差。其实真的不是，弘一法师曾经开示过我们，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世界上没有平白无故的遇见，更没有随机长成的手相。你遭遇的一切根本不是老天爷在处罚你。古人常说，无名浮生情重，才华隐于指尖，感应通于三世。意思就是你这根长长的无名指，它就像是一根天线，它连接着你的前世、今生还有未来。在今天的内容里，我会带你直接看透你灵魂深处自带的强大磁场，揭开老天爷硬塞给你的特殊剧本。跟着我看到最后，学会接住这股力量，你人生那些解不开的死结，还不了的感情债，今天就能彻底画上句号。你这辈子之所以会长出这种无名指长过食指的特殊手相，是因为你在前世种下了3个极深极厚的善因。这3股力量交织在一起，太过强大，强大到就算你喝了孟婆汤，走过了奈何桥，这份因果的印记也依然抹不掉。最后在今生结成了这个果，长成了这个奇特的模样。大家现在找个舒服的姿势坐好，深呼吸。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灵魂深处到底藏着哪3个惊天动地的秘密。第一个前世因，你修过无相慈悲。请注意，我说的是无相慈悲。什么叫无相？用最白话的话来说，就是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纯粹善良。你看现在很多人做善事，添个1万块的香油钱，转头就跪求神明保佑自己赚大钱。孩子考上好大学，大家扪心自问，这叫慈悲吗？这叫做跟佛祖做生意。但我告诉你，无名指超长的你，在前世绝对不是这种人。你前世可能只是个穷苦的老农夫，自己都饿了3天3夜，头晕眼花，但看到路边快饿死的乞丐，你连想都没想，就把手里最后那碗发酸的咸粥全端给了对方。你救了他一命，然后转头就走，你心里连一丝丝希望他日后报答的念头都没有。这份纯粹到极点的善良，深深地刻进了你的灵魂里，在这一生，它就显化在了你的无名指上。第二个前世因，你累积了极清净的大功德。一讲到累积功德，很多人误以为就是要捐几百万，盖大庙，大错特错。佛家讲唯心所造，老天爷算功德，从来不看金额，只看你的发心。你前世可能穷到吃不饱饭，在社会最底层做苦工，但你每天早上会用最恭敬、最纯粹的心，端一杯最干净的清水去供奉神佛。又或者走在路边，看到残破的地藏王菩萨像，你不嫌脏，直接用自己的衣服把佛像上的灰尘擦净。你明明半毛钱都没花，但那一刻的心纯粹到了极点。日积月累下来，这份功德不可思议。这股强大的功德力，让你这辈子来到人间时，身上自然带着一股贵气。你看事情的眼光，骨子里的气质，
就是跟那些浑身铜臭味的人完全不同。这就是前世功德化作的强大气场。第三个前世因，也是最震撼人心的。你曾在菩萨面前发过大愿。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代表。当你在前世跪在菩萨面前的时候，你的灵魂跟旁边的人完全不一样。旁边的人都在求什么？求发财，求升官，求生存，求生儿子，求平安。那你求什么？你发了一个愿，你对菩萨说：菩萨，这世间太苦了，我希望我生生世世都能带着一颗柔软的心活着，我不跟别人争抢，我愿意用我的善良去广结善缘，去度化我身边的人，福慧双修。你听懂了吗？正是因为这三个前世的善因，无相的慈悲，清净的功德，利益众生的大愿，它们紧紧交织在一起，才成就了你今生无名指超越食指的奇特相貌。这代表你的灵魂倔强地带着善良与深情，胜过了对私利与世俗权利的渴望。但也正是因为这份超越常人的前世因果，所以带有这种手相的人，今生注定要迎来三个绝对无法躲避的宿命。你躲不掉的，老天爷硬塞也会塞给你。这三个宿命，一个比一个震撼，一个比一个直击人心。老天爷硬塞给你的第一重宿命叫做贵人缘。很多人对贵人这两个字有着极大的误解。你以为天天请你吃饭喝酒，或者随手借你钱不催你还的，就是贵人吗？那不叫贵人，那叫酒肉朋友。在佛教的智慧里，真正的贵人是你跌到人生最谷底，被亲友出卖背叛，连半只脚都已经踩出悬崖边上的时候，突然伸出一双强而有力的手，死死揪住你的衣领，硬生生把你从鬼门关前拖回来的那个人。这才是救命的菩萨化身。佛经里说，深信因果，感应道交。因为你前世具备了极深的善根，所以你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这种救命的贵人。你可能觉得平时运气很背，买刮刮乐从来没中过，做点小生意也只能勉强糊口。但是只要你遇到生死难关，事业绝境，总会有人从天而降来帮你。为什么？因为你身上自带三股强大的磁场。溯源是你前世修来的护法神，在暗中庇佑你；人缘是你平时温和，不争不抢，长辈觉得老实可靠，愿意提拔你；心缘是你心里不记仇，磁场干净，自然会吸引到真正有大善念的人。你别以为我在讲神话故事，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我亲眼见过的真实案例。很多年前，有一位做传统五金加工的老板，我们叫他老陈。他是个忠厚老实的黑手，赚的都是辛苦钱。他最大的特征就是那根特别长的无名指，同行抢订单互相抹黑，他从不参与，只低头把自己的零件做到最好。老陈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感情好到连工厂存折印章都交给他管。结果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兄弟在外欠了庞大赌债，竟设局掏空了老陈的营运资金和抵押房子的钱，连夜潜逃东南亚。老陈瞬间背了整整5000万的地下钱庄债务。那时老陈的家就像人间地狱，地下钱庄天天踹门，太太哭到眼睛快瞎了，孩子吓得不敢上学。老陈被逼上绝路，整个人1个礼拜瘦了快10公斤。就在一个深夜，他趁妻儿睡着，一个人开着破发财车，一路开到了北海岸。他摇摇晃晃走到防波堤上，看着漆黑的海水，心想：我死了，老婆小孩抛弃继承，总能活下去。就在他闭上眼睛准备往前跳的那一瞬间，突然
大石头后面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少年仔，这罐冰啤酒给你啦，喝米酒伤胃，等一下跳下去，吃海水会更难过哦。”黑夜里坐着一个穿破白吊嘎、戴破草帽的阿伯，他把啤酒硬塞进老陈手里，指着海水说：“你看那海浪，现在退潮退得这么低，但明天早上还是会涨起来。你今天跳下去是很痛快，但你老婆小孩的眼泪会流干的。钱没了，再赚就有；命没了，你就是个把烂摊子丢给女人的懦夫。”老陈像被雷劈到一样，抱着阿伯的大腿，把这几个月的绝望全哭了出来。但谁也没想到，这个半夜在海边穿着破吊嘎的阿伯，竟是顶尖金控公司提早退休的副总裁。他在金融圈打滚30年，一眼看穿老陈带在身上的合约破绽，看明白老陈是被冤枉的。阿伯没给半毛钱，却动用商界人脉，找最顶尖的律师团队打官司，接着牵线过桥资金还清烂债，让黑道不再骚扰他的家人，并亲自指导债务协商。短短3年，老陈不仅连本带利还清银行欠款，工厂起死回生后，规模还翻了1倍。后来我有缘认识了老陈，我看到他那双常年当黑手，留着洗不掉机油印子的手，一眼就注意到那根常常越过食指的无名指。听他讲完海边的故事，我非常严肃地告诉他：“老陈，你以为那天遇到那个阿伯是运气好吗？堂堂金控副总裁半夜不睡觉跑去钓鱼，就为了等你跳海吗？那不叫运气，那是你前世修来的夙缘，是你这辈子做生意脚踏实地结下的善果。在你运气最差，准备跳海的那一刻，菩萨化身成那个阿伯来拉你一把。这在相学上就叫做贵人挡灾，命不该绝。大家听懂了吗？有无名指超长这种手相的人，你的人生从来不是靠跟别人争抢得来的。你越跟别人争，你越倒霉。你的命运是靠你的心念，你的累积的阴德来牵引的。你越谦卑，越老实，越愿意吃亏，老天爷就越挺你。当你掉进深渊的时候，菩萨自然会派人丢一条绳子下去给你。不过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虽然贵人会出现，虽然这个福报存款在，但如果你不懂得感恩，如果你把别人的帮忙当作理所当然，我告诉你，这份福报会被你自己给漏光。那个老陈怎么做的？他逢年过节，不管工厂多忙，一定亲自开车，载着最好的茶叶和补品去拜访阿伯副总裁。他把阿伯当成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孝敬。阿伯生病住院，老陈的太太亲自在医院端汤熬药，这才叫懂事，这叫做接得住福报。所以如果你或者你的孩子刚好是这种手相，请你记住，永远要把功德回购出去。怎么做？很简单，不需要你去庙里花大钱点平安灯，你每天早上起床洗脸，或者晚上睡觉前静下心来，真诚地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感恩菩萨，感恩我身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甚至是那些折磨过我的人。你越感恩，这股贵人的力量就会像金钟罩铁布衫一样，越强大地保护着你。下半辈子，不管遇到什么金融海啸，什么大灾大难，你都能逢凶化吉。刚才我们讲完了最让人振奋的贵人缘，接下来我要讲的这第2段宿命，说实话，这是我见过最多，也是最让人心碎的。如果你就是那个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现在我问你一句话，你不用说出口，你在心里默默回答我就好。你这一生是不是总觉得在感情里，在婚姻里，
过得特别辛苦。你是不是特别容易受伤，总觉得自己对别人掏心掏肺，把整颗心都捧给了对方，最后却被别人狠狠踩在脚底下？我告诉你，这一切都不是偶然。你想想看，无名指代表什么？全世界不管东方还是西方，结婚的时候那个金戒指、钻石戒指，为什么一定要套在无名指上？为什么不戴在食指或大拇指上？因为古人早就知道了，这根手指有一条经络是直通你胸口的，它穿过你的心脏，是你感情的终点站，它象征着一个人内心最深处、最脆弱的感情。有无名指超长手相的人，我告诉你，你这辈子最大的优点是重感情，但你最大的致命伤也是太重感情。你们的灵魂太敏感，太重情重义了。别人在感情里对你稍微好一点，帮你买碗热汤，说两句好听话，你就感动得想把命都给人家。但是一旦受了伤，那种痛是刻在骨子里的，那是捧着心在痛，几十年都忘不掉。外面很多算命仙看到你这种手相，只会摇摇头说：哎呀，太太，你这叫烂桃花了，这辈子注定感情不顺，遇人不淑了，胡说八道。这根本不是什么烂桃花，这是因为你在前世曾经许下过深情的誓言，又或者你跟某个人有着一段没有了结的因果，你这辈子无名指长得这么长，就是带着这个印记来还债的，来了结这段缘分的。所以有这种手相的人，你这辈子绝对会经历一段非常刻骨铭心，甚至痛不欲生的感情纠葛。我来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这是一间深山古寺里发生的。前几年我到寺里去挂单禅修，有一天清晨，在大雄宝殿里，我看到一位50多岁的王大姐跪在佛的面前，哭得撕心裂肺。她一边哭一边用力捶打着拜垫，整个人崩溃到了极点。我走过去递给她一张卫生纸，无意间看到她双手捂着脸，那双手正是无名指长长越过食指的相貌。等她情绪稍微平复一点，我陪着她在寺庙的走廊坐下。她告诉我，她快活不下去了。原来她跟老公结婚25年，陪着她从摆地摊吃苦做起，好不容易开了一家连锁餐饮店，结果老公有了钱就变心，不但养小三，还掏空公司资产，用她的名字借了高额贷款。最后老公带着钱跑到了国外，留给她的是一间空壳公司和将近2000万的债务。王大姐满眼血丝，咬牙切齿地跟我说，我每天吃斋念佛，对公婆那么孝顺，为什么老天爷这样对我？我恨啊，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他。那种恨真的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这时候寺里的老和尚刚好走过来，听到了他的诅咒，看着他说了一段让我震撼不已的话。老和尚叹了口气，指着他的手说，女众菩萨，你看看你这双手，情线深长，你以为现在受的苦是老天爷没长眼吗？你上辈子绝对是欠了这个男人一笔天大的债，你这辈子生下来就是带着这根手指的印记来还债的。他今天拿走你2000万，那是因为你上辈子就欠他这么多，现在账平了，债还清了，你为什么还要恨？王大姐愣住了，哭着问，师父，他把我害得这么惨，难道我不该恨吗？老和尚非常严肃地说，你当然可以恨，但佛经里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如果你今天带着这股怨恨活下去，在因果法则里，这股恨意会变成一股极度强大的吸引力。等你断气的那一瞬间，你的灵魂会因为这股恨意精准地再次找到它，
下辈子还会再遇到他，你们会继续互相折磨，讨债还债，无休无止。因为这条恶缘的锁链是你亲手用恨意打上死结的。王大姐吓得全身发抖，脸色惨白，抓住老和尚问：师父，那我该怎么办？我下辈子绝对不要再见到这个畜生了。老和尚慈悲地看着他，说：放下，从今天开始，把他当成一个已经结清账目的前世债主，当他是一个陌生人，他造的业，他自己去承担果报。你现在要做的是把所有的心力收回来，放在自己身上。大家听懂了吗？你们这些长着超长无名指的人，经历过的痛苦感情波折，根本不是老天爷在惩罚你，是老天爷在救你。老天爷就是要用这段痛彻心扉的感情，把你对情爱的贪恋，对人性的执着，一锤子砸得粉碎，把你给敲醒。当有一天你站在那个骗光你钱的人面前，心里再也没有恨，也没有怨，连一丝波澜都没有了，你只觉得我这个人真可怜，那这段缘分就彻底结束了。恭喜你，你的债彻彻底底的还清了。后来王大姐真的听进去了，她下山后宣告破产，去餐厅当洗碗工，一步一脚印重新开始。5年后，她靠着扎实的手艺重新开了一家小面馆，生意非常好，整个人面色红润，笑容满面。而她那个前夫听说在国外被小三骗光了所有的钱，最后中风半身不遂，凄惨无比。有人问王大姐，听到前夫的下场，觉得痛快吗？王大姐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说：他过得好不好，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果要担，我只过好我自己的日子，这就叫做看透因果的智慧。如果前面讲的贵人缘、感情债已经让你觉得因果不可思议，那么请你深呼吸，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第3个宿命才是你这辈子拥有这双贵人手，来到这个世俗人间最真实也最震撼的目的。这第3重缘分，我把它叫做暗夜里的使命。我们常常有一种观念，觉得什么叫好命，就是年轻的时候努力赚钱，买车买房，生几个孩子，老了退休以后含饴弄孙，每天去公园泡茶下棋，这样就是福气，对吧？我告诉你，别人可以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但你不行。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你在投胎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是曾在佛菩萨面前领过法旨，发过大愿才下来的。你来到这个娑婆世界，绝对不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小家庭，不只是为了吃喝玩乐，你的灵魂深处背负着一项功课，一个必须完成的功德。你可能会说，哎呀，我只是一个平凡的老百姓，我也没读多少书，我能有什么使命？你要我去拯救世界当超人吗？佛教里讲的使命，从来不是要求你去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是叫你捐几十亿去盖大庙。什么是使命？有些人的使命是注定要来撑起一个摇摇欲坠的家，哪怕兄弟姊妹都不争气，他也得像根柱子一样死死顶住这个家，无怨无悔地照顾残疾的亲人。还有另外一种人，他们的使命是要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间默默地行善，是要为那些在暗夜里受苦、求助无门的弱势群体点亮一盏灯。但最让人痛心的是什么？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上带着这样的使命，把前世累积的福报全都挥霍在私欲上。相反地，也有些人虽然平凡，却把这份使命发挥到了极致，照亮了无数人。还有一个真实案例，你仔细听，看看你身边
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认识一位在老社区巷口开传统家庭理发店的林阿姨。林阿姨辛苦了一辈子，把3个孩子拉拔长大。前几年，孩子们在市区买了豪宅，风风光光地把她接过去住，叫她把理发店收了，以后就每天去公园跳跳广场舞，跟老姐妹喝下午茶，享清福就好。这应该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晚年生活，对不对？结果林阿姨在豪宅里住了不到3个月，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心里空荡荡的，总觉得很不踏实。最后她坚持搬回老社区，把那间连招牌都褪色的家庭理发店又重新开了起来。孩子们很不解，觉得妈妈怎么这么固执，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回去闻那个发胶水和肥皂的味道。但我去理发时，特意留意了林阿姨拿着剪刀的那双手，果然，她的无名指直挺挺的，长长的越过了食指。我当时在心里惊叹，这真是一双注定要来度化众生的菩萨手啊！其实，林阿姨重新开店根本不是为了赚钱，她剪一次头发才收别的理发店1/3的价钱。有时候遇到捡回收的老人家，她还不收钱。那间小小的理发店变成了整个老社区的避风港。有些老阿公生病瘫痪在床，别的理发店嫌麻烦不愿意接，林阿姨就趁中午休息，自己提着剪刀和毛巾，爬5层楼的楼梯去人家家里义剪，一边剪一边握着老人家的手，温柔地劝他们放下心里的挂念，跟着他一起在心里默念阿弥陀佛，让老人家原本因为病痛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还有一次，一位年轻妈妈推着轮椅进来，上面坐着一个患有重度脑性麻痹的孩子。孩子因为缺乏安全感，只要陌生人一靠近就凄厉地尖叫挣扎。这位妈妈眼眶红红地说，已经跑了3家店都被赶出来，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林阿姨一点都没嫌弃，她放下电动推剪，拉了张小板凳坐在孩子旁边，用她那双长着长长无名指的手轻轻拍着孩子的背。林阿姨嘴里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微微闭着眼睛，很小声很温柔地背诵着心经。说也神奇，那股宁静慈悲的磁场竟然让那个焦躁的孩子慢慢安静了下来，最后甚至靠在林阿姨的手臂上睡着了。林阿姨就维持着那个别扭的姿势，用剪刀一刀一刀耐心地帮孩子把头发理得干干净净。走的时候，那位年轻妈妈哭着要给林阿姨下跪，林阿姨赶紧把她扶起来，塞给她一颗苹果，笑着说，傻孩子，你才是活菩萨，老天爷把这么特殊的生命交给你照顾，你辛苦了，以后头发长了随时带过来给阿姨剪。大家听懂这个故事了吗？很多人以为学佛就是要每天去庙里敲木鱼诵大悲咒，但你看看林阿姨，她用手里的那把剪刀剪去的哪里只是客人的头发，她剪去的是众生心里的3000烦恼丝。她的理发店就是她最亲近的道场。这就是老天爷赋予你们这些长着长长无名指的人最隐秘但也最伟大的使命。你不需要是个大富翁，也不需要有很高的学历，你只要在你所在的角落，用你灵魂里自带的那份柔软和善良去接住那些快要掉下去的人。所以如果你刚好有无名指长过食指的手相，而你现在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心里总是觉得空虚，你总觉得我的人生好像不应该只是这样而已，我好像少做了什么，我应该去做一点更有意义的事。我告诉你，那绝对不是你在胡思乱想，也不是你吃饱太闲，那是你的灵魂在敲门，那是天道在提醒你，老天爷在告诉你，
你还有愿望没有还，你还有一条路要走，你还有功德要圆满。千万不要等到灾难降临在你最爱的人身上，你才被痛醒。趁着你现在还有健康，还有能力，赶快去找出你的使命，去为这个世间留下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温暖和善良。好，擦干眼泪。前面我把这3重宿命用最真实的血泪案例为你彻底解剖了。如果你低头看自己的手，确认了自己或者你爱的人就是这种无名指长过食指的贵人手，请你先别急着高兴。我今天要在这里送给你5个保命的锦囊。为什么叫保命？因为福报就像你在银行里的存款，你不懂得开源节流，随便乱花，总有一天会透支。你把这5句话当作护身符刻在脑子里，你这辈子就能趋吉避凶。如果你当耳边风，我告诉你，再大的福报也会被你败光。第一句话，莫忘初心，保持慈悲。我刚刚说过，你有这个手相，是因为你前世有慈悲心，你生来就带着善意。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社会是个大染缸，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很单纯，很善良，一旦到了中年，突然发达了，有钱了，那个初心就变了。在佛法的智慧里，你心里一旦起了贪念，生了嗔恨，为了钱不择手段，这叫做点燃了3毒贪嗔痴之火。这把无明火会直接烧掉你累世的福报，让你的清净心被蒙蔽，运势自然就开始败坏。当初老天爷怎么给你的，现在就会10倍、100倍的从你身上抽回去。所以，不管你走到多高的高度，赚了多少钱，永远不要忘记你灵魂里的慈悲、善良是你最强大的免疫力。第2句话，净化灵性，多念观音。像你们这种手相的人，灵魂特别敏感，很容易吸收外界的负能量。弘一法师常说，修心当以静心为要。你们对观世音菩萨的磁场是最敏锐的，佛菩萨就是你们最大的护法。不要去外面乱求那些乌烟瘴气的偏财神，不要搞那些外道。我教你一个最简单，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每天早上起床洗脸的时候，或者晚上躺在床上睡觉前，你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的、虔诚的念南无观世音菩萨108遍。这句充满大悲愿力的佛号，能化解你内心的无明业火，洗涤你疲惫的灵魂。在佛教里，这叫做法水滋润。你的心念通透了，身上沾染的世俗浊气排掉了，你的灵性就会非常干净。灵性干净了，你的直觉就会变得非常准。谁在骗你？什么投资不能做？你一眼就能看穿。第3句话，退步原来是向前，不争不抢。很多长辈晚年最喜欢干嘛？喜欢争。在菜市场为了几根葱跟菜贩吵架，过年过节为了孩子给谁的红包多一点，在家里生闷气。更惨的，为了父母留下来的一间老房子，兄弟姊妹打官司撕破脸，老死不相往来。如果你是无名指长过食指的人，你听清楚，你的命绝对不是靠争来的。你整天算计别人，自己一定一身病痛。所以你在生活里的练习是，下次遇到想争吵的时刻，闭上嘴，退一步。你以为你吃亏了，错了。天道是平衡的，你在这里让了1分，老天爷一定会在别的地方用健康、用贵人、用子孙的福报补10分给你。你要有格局，不要去跟别人抢芝麻，你要装的是整片汪洋。第4句话，建立感恩的防护罩。这是现代人最容易犯的错。当你最低潮的时候，人家借你1万块应急，你车子在路边抛锚，陌生人帮你推车，甚至你走错路，
人家好心给你指了一条明路，你都要记在心里。很多人觉得，哎呀，他那么有钱，帮我是应该的啦。胡说八道，没有什么是应该的。在佛教里讲，心念会产生磁场，感恩心就是你灵魂最坚固的金刚罩。你懂得感恩，这个防护罩就会越来越厚，帮你挡住外在的恶业与煞气。你过河拆桥，别人帮了你，你转头就往甚至背后捅刀，你的防护罩就会破一个大洞，衰神马上就找上你。第5句话，勇敢觉醒，完成日常的微小使命。很多人孩子大了，房贷缴清了，每天坐在家里看电视，觉得人生好无聊。我告诉你，当你有这种空虚感的时候，就是你的灵魂在警告你，如果你这辈子不发心去完成使命，下辈子你还要再来轮回受苦。你说，我都一把年纪了，怎么完成使命？觉醒不是要你剃度出家，弘一法师说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觉醒就是改变你的日常生活。我给你几个马上能做的任务。你以前对家人很挑剔，从今天开始，多赞美你身边的人，这就是你圆满家庭的使命。你以前进出大楼，看都不看管理员一眼，从今天开始，进出给人家一个微笑，说一声辛苦了，这就是你广结善缘的使命。有空的时候，去育幼院陪孩子说说话，去庙里帮忙扫扫地，哪怕你只是在网络上看到别人的痛苦，你在心里默默为他祈祷。只要你把注意力从自己转移到利他，你的气场瞬间就会改变，你的面相会越来越慈祥。好，今天说了这么多，我们最后来画个重点。只要你无名指长过食指，你一生会有3个躲不掉的宿命。第一，贵人缘，天塌下来有人顶着，跌落谷底一定有人拉你一把。第二，感情债，你会遇到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记住，不要恨，当作还债，心就自在了。第三，隐藏使命，你不是来享乐的，你是来行善，来利他，来圆满功德的。要守住这3个宿命，记住5招：莫忘慈悲，多念观音，不争不抢，懂得感恩，在生活中觉醒。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一段话：10年河东，10年河西。不管你今天的手相有多好，那都是你上辈子赚来的本钱。如果你这辈子心狠手辣，自私自利，天天算计别人，就算你家住在龙脉上，佛祖也救不了你，福报照样反噬。反过来说，就算你今天手相很普通，连小拇指都很短，但是只要你心存善念，只要你愿意把一碗饭分给比你更饿的人，只要你看到别人受苦，心里就不忍，我告诉你，你的心就是最大的风水宝地，你的善良会在无形中硬生生改写你原本不好的命格。这就是宇宙间最公平的因果法则。如果你今天低头看手，发现自己就是拥有贵人手的特殊灵魂，或者你虽然没有这个手相，但你今天听懂了我说的因果心法，现在我要请你做一件事情，请你滑到影片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你的善言。你可以打上南无观世音菩萨，或者写下感恩，愿我能利他，也可以为你生病的家人、辛苦的孩子留下一句祈福。当成千上万的人在这支影片底下留下善念的时候，这就会形成一个不可思议、极度强大的正向磁场。你留下的每一句善言都会成为点亮别人生命的一盏灯，而这份最终的祝福一定会回向到你自己的身上。愿大家都能珍惜这双手，善用这个机缘，在这一生获得灵魂真正的解脱与自在。
活出真正有福报的人生。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番话让你的心得到了一丝平静，或者解开了你多年的困惑，恳请你帮我点个订阅，留个言，把这份善念分享给身边更多需要温暖的人。你的每一个小小举动都是在行无相的慈悲，感恩你的陪伴，我们下次见。